男朋友关宁远在自己的葬礼3周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说自己被方晶晶惨无人道虐待了3年，跪着求我收留他。我看着脚下哭得不可自抑的男人，却无动于衷。我男朋友都死3年了，先生你是谁啊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男朋友关宁远的葬礼3周年上，我刚刚献上一支菊花，突然有人从花圈后面冲了出来，拽住了我的裤脚。微微，我错了，带我回去好不好？那人到肩的头发凌乱地粘在脸上，一身衣服脏兮兮的，冲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身恶臭，我一时愣了神，幸好旁边有人及时反应过来，将他与我拉了开。你是谁啊？旁边的人问他。他支支吾吾不肯说。这个人好像照片里那个叔叔啊。一旁的小孩子指了出来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男人见被戳穿，反倒是破罐子破摔。我就是关宁远。微微，当年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原谅我，带我回去好不好？我蹲下，捋了捋盖在男人脸上的头发，看清男人的样貌后，很是震惊。他果真是关宁远。3年前，我和关宁远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突然身染恶疾，不幸身亡。如今却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周年葬礼上。我想，一切都和当年那场同学会脱不开关系吧。一次同学聚会，关宁远带我去聚餐，在那次聚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方晶晶。同学们调侃，宁远和晶晶当时也算得上金童玉女哈。旁边有人提醒他，嫂子还在呢。关宁远却一脸不在乎说道，这有什么的，你嫂子怎么会这么小心眼？我只能尴尬笑笑，看向方晶晶时，她虽然面上笑得和煦，我却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到敌意。众人见我尴尬，也只能打哈哈岔开话题。整个聚会我也只认识关宁远一个人，待得很是无聊，便悄声和关宁远说，要不我先走吧。关宁远却不依不饶，你走什么？大家玩得正开心，你现在走不是扫兴吗？他突然大声地斥责，让聚会气氛有点尴尬，大家都将眼神聚焦到我和他身上。倒是方晶晶解了围，嫂子就和你认识，待在这里又不能和我们聊什么同学情的，你就让他先走吧。关宁远上一瞬的气氛一下消散，立刻态度软了下来，看着方晶晶笑着点头，你说的也是。然后转头冷着脸对我说，要走你就先走，我还要和老同学叙叙旧。我被他挤兑得更加尴尬，此刻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方晶晶倒是主动过来拉住我的手安慰，老关啊，他人就这样，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你也别介意，仿佛她才是关宁远的女朋友一样。我在外面从来都是给关宁远面子的，所以没有同他计较，笑着回应方晶晶，他嘛，我知道的。看着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男朋友，我只能无奈和众人道歉，各位，今天是我扫兴了，我自罚一杯，给你们赔个罪。其他人还没说什么，关宁远倒不乐意了，一杯？你不喝个3杯的，是想让我没面子吗？我刚端起酒杯的手停在原地，不晓得往日温柔体贴的男朋友今天这是怎么了，却只能顺着他的意思点点头，接着连喝3杯白酒。各位，今天大家老同学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我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陪着笑，又坐了下来，想着待会挑个没人注意的时再溜走。哪想到我刚喝完，方晶晶立刻拉住微醺的我，嫂子，既然你说不熟悉，那我拉着你和大家伙好好熟悉熟悉嘛。说完，便拉着我在他们同学里转悠，逢人便让别人敬我酒，最后我都记不清
喝了多少杯，已经被灌得烂醉，不省人事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看着陌生的房间，自己正一丝不挂躺在床上，旁边还躺着一个熟睡的陌生男人。我惊慌之下叫了出来，旁边的男人被我吵醒，转了个身喊我：大早上吵什么吵？我这才看清那人是昨天和方晶晶打配合，灌我酒最多的那个猥琐男。我没再叫出声，悄悄起身，穿好衣服之后，赶紧离开了房间。等出来之后，我赶紧打电话给关宁远，却一直打不通。倒是一个陌生手机号给我发过来信息，是几张照片，全部都是我和猥琐男的床照。我盯着手机上不堪的照片，气愤和恐惧交织下，泪不自觉滴了下来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对面没有再回消息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我和关宁远的家，可当我刚打开门，却看见令我不可置信的一幕。关宁远正抱着坐在他大腿上的方晶晶，两个人拥抱热吻，对我视若无睹。我愤怒跑过去，将他们两个人拽开。你们俩在做什么？哪知道下一秒，关宁远立刻站起身，朝着我扇了一巴掌。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还知道回来？他先我一步，将我堵住了嘴。我捂着被他扇了一巴掌的脸，正准备开口斥责他们的话，只能生生咽下去。方晶晶站在关宁远身后，朝我挥了挥他的手机，那几张不雅照竟然是他发给我的。关宁远见我看向方晶晶，表情恐惧，转头看向方晶晶，他却立刻收好了自己的手机，对着关宁远莞尔一笑。接着关宁远就转过头，狠厉地盯着我：你昨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我昨晚被你的同学们灌醉的时候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哭着问关宁远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晶晶好心说送你回来，你刚出了餐厅，他回来拿个东西的时间，你就跑得不见了，还好意思问？关宁远看起来对我昨晚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。你昨晚去哪鬼混去了？我说不出口，只能看着后面的方晶晶得意的样子。滚！现在还想坏老子好事？赶紧滚！关宁远将我踢到厕所，我死死拉住门把手。你们俩又是在做什么？关宁远，你和方晶晶在做什么？关宁远一拳捶在我握着门把手的手上。在做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他哐的一声将门关上，我被锁在厕所里。你这是算什么？和我搞破鞋？方晶晶对关宁远说，语气里有些撒娇的意思。关宁远安抚他，那也要讲个先来后到。你和我多少年了？他算什么？对呀，他算什么？算是你正大光明的女朋友。关宁远不屑一笑，他只算是自动提款机。我的父母体恤我一个人在外地上班辛苦，每个月都会给我打生活费，可以完全覆盖了我和他的开支。和关宁远在一起后，他对我温柔体贴的样子让我非常感动，觉得我们修成正果，也是为了我们二人的同居生活可以方便一些，我便答应了，将生活费打到他的卡上。原来关宁远和我在一起，竟然是图我父母给我的钱。方晶晶笑着说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便被关宁远和方晶晶囚禁在厕所里。方晶晶每天会给我扔一碗他们的剩饭，而关宁远根本没有过来看过我。一日，方晶晶拿着毛巾擦了擦我的脸，好好一个人跑回来做什么？不对，你不跑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你能有这么多钱呢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拍那些照片是想做什么？哦，照片啊，本来呢，我是想拍下来威胁你离开他，不然就给我打钱的。哪知道我刚来关宁远，就情不自禁要和我发生关系。我更不知道他图的也是你的钱呀。说完，他哈哈大笑，
方晶晶的话像一盆冷水泼在我身上。说完，方晶晶把我手机扔给了我。要是你想好好在这里待下去，不想那几张照片传到网上，就乖乖给你爸妈打电话要钱。手机扔到我的怀里，刚好妈妈就打来了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妈妈声音有些焦急：“微微，你还好吗？怎么2天没有回妈妈信息啊？”我强忍着哭腔回应妈妈：“我没事，妈妈，就是最近工作上事情太多了。你放心。”方晶晶对着我的肚子来了一脚，我闷哼一声。电话那头，妈妈立刻察觉不对：“你怎么了，微微？”我抬头看方晶晶，她用嘴型告诉我：“要钱。”那个妈妈，我最近生活费用的差不多了，你给我打一些好不好啊？妈妈立刻笑了：“哎呀，微微，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宁远和我们说过了，我们等会就打过去。”原来关宁远已经要过了，是妈妈不放心，才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确认。见妈妈已经答应打钱过来，方晶晶立刻夺走手机挂断：“行了，以后你要是妄想和你妈妈通风报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说着，她拍了拍我的脸：“刚和妈妈打完电话嘛，开心点。”方晶晶又是一脚踢到了我的大腿上，接着摔门离开。我一个人畏缩在厕所角落，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好似无尽的囚禁要将我吞噬。可是事情的转折来得很快，妈妈刚打过来前第2天，关宁远终于肯到厕所来看我了。他浑身酒气熏天，整个人显得萎靡不振。谢诺薇，他含糊地喊了声我的名字，接着朝我蹲的角落走过来。我畏缩到角落里，害怕他在攻击我。谢诺薇，我快死了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震惊问道。什么快死了？关宁远蹲了下来，抱住了我。微微，我已经肝癌晚期了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几年恋人的感情，还是让我有一丝心疼。可这几天我被他们囚禁虐待，也得有个说法。方晶晶呢，知道我有肝癌，她拿着上个月爸妈给的钱就跑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只有微微你是真的爱我。关宁远靠在我肩膀上，像个孩子一样啜泣。我拍了拍他的背，没事的，我会陪你度过去的。从那天起，为了关宁远，我开始没日没夜在医院跑前跑后照顾他，每天变着花样为他做营养餐，拿出自己和他这些年来的积蓄为他看病。看着日渐虚弱的他，我的心慢慢揪了起来。宁远，我照顾不好你。我靠在他的手上，痛哭流涕。医院医生开的费用越来越高，零零总总算下来，竟然需要500万，我已经负担不起了。微微，你去找爸妈要钱，好不好啊？关宁远擦掉我的眼泪，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。我使劲点头，哽咽说道：“我一定借钱，给你的病看好为止。”那天开始，我很少再去医院，开始四处给他筹钱，奔波于各个银行。偶尔去医院看他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黄。每次我去的时候，关宁远都会强撑着身体起身：“微微，怎么样了？”可我只能摇摇头，是我太没用了。关宁远听到我说的话，立刻将手边的杯子砸向我。谢诺薇，你这样是想我死吗？我只能自责地看着自己的脚尖，痛恨自己的无用。终于，我筹够了钱，兴高采烈去医院找关宁远。宁远，钱我筹够了，你的病有治了。关宁远立刻有了精神。是吗？钱都筹够了。我点点头。对，马上我就能和医生说，安排你做手术了。关宁远伸出手，钱呢？能让我看看吗？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卡来，都在你这张卡里了。关宁远夺过银行卡，开心大笑：“有治了，有治了。”可最终，关宁远还是死在了手术室里。
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关宁远说自己想出了手术室就吃上我做的饭。我在家里忙活一天，去了医院却得知他已经送到殡仪馆火葬了。而3年后的今天，眼前这个衣衫不整的男人正跪在我面前。微微，3年前都是我识人不清，让那个方晶晶骗了，都怪他让我迷了心窍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葬礼上，众人都被面前这个声称自己是死了3年的关宁远吓得不轻，大都赶紧跑了出去，只留下几个胆子大又想看热闹的。我算得上现在这个地方最熟悉关宁远的人了。我男朋友都死3年了，先生你是谁啊？对于关宁远的身份，我矢口否认。谢诺薇，你自己看看，我就是关宁远，你的男朋友，你怎么会认不出我？关宁远开始变得暴躁，站起来指着我鼻子骂，如果不是留下的几个人站在我面前，他估计要扑过来。我开始慢慢啜泣，宁远都走了3年了，怎么还有人跑出来冒充他？你是想靠着冒充他做什么啊？众人都算得上和关宁远有些关系的人，可毕竟时隔3年，他们也都不大相信面前这个男人。关宁远见没有人跟他说话，冷笑问我：谢诺薇，方晶晶当年给你发的照片，你还记得吗？是我和那个猥琐男的床照。众人也都好奇看向我，想要探究是什么照片。可我现在承认，这件事情必然是包不住了。关宁远当年确实说要拍我和他的那张照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会是你在哪里得到消息，想要敲诈我？我将所有脏水泼到他身上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什么了？他当年要拍那种照片，就是方便自己和方晶晶出轨用的，让我不敢反抗他们。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说，你想用照片做什么？我一个柔弱女子的形象对比对面发狂的不明身份疑似关宁远的人，显得更加值得信任和怜悯。众人便不由分说，将关宁远推了出去。行了行了，好好的3周年被你坏成这样，赶紧走啊！还想敲诈人家女孩子，你积点德吧！几个壮汉将他推了出去，我就站在后面看戏，看此刻10张嘴也说不清的关宁远被自己的朋友亲戚推出去。再见！我在后面朝他挥手。3周年因为关宁远的出现匆匆结束，我也一个人准备回家。停下！停下！一个男人突然冲到了我的车前。谢诺薇。等关宁远从车头上起来，我才看清是他。我猛按了2下鸣笛，可他并不为所动。开门！他使劲拍打着车头，路上偶尔停下1、2个人侧目拍照，我担心会引人注意，只得放下车窗，喊他过来。等他刚从车头上下来，我立刻踩了油门，疾驰离开。臭娘们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你完了！身后传来关宁远的咒骂声。我关上了车窗。这件事确实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。关宁远手里既然有照片，那他必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毕竟当年那500万的仇，他等着找我报呢吧？一个出过轨的男人想要我去找父母朋友为他借钱，他太异想天开了。我找遍了黑网贷，用他的身份信息借了个遍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500万。也不知道他死顿那段日子，黑网贷的打手有没有找到他呢？现在他既然现身了，我也不能闲下来啊！立刻向各家黑网贷透露了关宁远还活着的消息。终于到晚上，关宁远终于还是找上了门。开门！谢诺薇。屋外是关宁远砸门的声音。我等他终于砸累了，才开口问他：你想要做什么？我有些好奇，他好好的死遁逃过网贷，带着500万出去逍遥不好吗？
怎么会跑了回来？我被方晶晶骗了，被她关了3年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将门刚打开一个缝，便立刻被关宁远撞开。谢诺威，我不想伤害你的，你就收留我一下，那些照片我全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关宁远现在的话，在我听来都无比胡扯，但是我还是答应了。收留你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要听我的，老子现在不听你的，是让外面那群追黑网贷的整死吗？我拉起想要坐沙发的关宁远，别坐，你太脏了。我嫌弃地将他拉到厕所门口，进去洗洗。我打开厕所门，这里是他和方晶晶关我的地方。关宁远狐疑地看着我，你不会想要把我关在里面吧？要是这么容易被关宁远猜到，我倒不敢了。怎么会？你比厕所还脏。关宁远朝我翻了个白眼，只得进去洗澡。我调好放了安眠药的红酒，放在茶几上。等到关宁远终于洗完之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示意他坐在对面。你说你被方晶晶骗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关宁远倒是自觉，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。快说！我打向他端酒杯的手，关宁远才不情不愿地把手里的酒杯先放下了。方晶晶大学和我谈过一段时间，同学会前我和他又遇见了。那段时间我对你越来越没有感觉了，就和他干柴烈火过。后面他就组织了那场同学会，在那之前你们都在一起了。想起同学会前我和关宁远还在一起过，不由得犯恶心。是，那场同学会其实就是为了拍那几张照片，不过那个我也是后面才知道的。那天方晶晶和我一块回了家，早上她又勾引我和她搂搂抱抱的，就是为了刺激早上回来的你。然后呢，你说她骗你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。他们，我疑惑，竟然不止方晶晶一个。关宁远大口喝掉半杯红酒。对，还有和你拍照那个男的，也是他们团伙的一个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先是方晶晶用老同学的身份找到我，和我在一起，结果发现我没多少钱，便逼着我骗你和你爸妈的钱。那个时候你爸妈每个月会给生活费，只不过钱太少，他们就计划让我装病骗你筹医药费的。其实去的那家医院都被他们收买过，你交的所有钱都到他们的口袋了，最后又骗你我死了，然后连同500万和我一块带走了。等我被他们带走，才知道他们是一个传销团伙。我被他们关了起来，整天几百人挤在一个小厂房里，他们让我骗熟人，哪知道你给我借了一大堆黑网贷，我骗人没骗成，倒是被黑网贷找上门，逼得他们整个团伙提前搬家，搬到了东南亚去。我又被卖给了那里的电诈团伙，方晶晶也被他们卖了进去。但是方晶晶很快就变成里面的小组长，她当着那里面的人把我圈在笼子里，把我之前的事情当着笑话在里面传。我在里面谁都可以踩一脚，因为没什么业绩，又要被卖去卖肾脏。在去的路上我侥幸才跑出来。关宁远朝着我大吐苦水，安眠药的药效很快就发挥了出来。等他终于呼噜声震天响的时候，我拖着他到厕所里，把他锁里面，在他身上翻找半天，我终于找到了关宁远的手机，立刻将相册格式化。可我刚清理完相册，关宁远的安眠药就失效了。臭娘们，老子就知道你要算计我！你以为你使的这点小手段，我在那些人手底下没试过吗？老子早就对安眠药免疫了。可他还是脚不虚浮，我立刻冲出厕所，将厕所门关上。他在里面拍打着门，开门，放老子出去，弄死你丫的！我立刻报警。
我这里有从东南亚逃回来的电诈诈骗犯，快来！”等我刚报完警，厕所门就被关宁远拉坏了。他手里攥着门把手，踉跄往后退了2步，厕所门朝着他倒下去，他也一点没躲，被砸了个结实。我看着他，眼神还没有聚光，想着是安眠药，药效还没散，就立刻往门口冲，想要往外跑。他却立刻扑了过来，试图将我压在他身子下面。臭娘们，你敢算计我？他们都算计我，连你也算计我！我使劲撑着他的胳膊，想要从他身下钻出去，可他却把我压得严严实实。我快要呼吸不过来的时候，他又突然晕了过去。我不知道原因，只能使劲从他身下爬出来，想要跑出去。刚打开门，我却被人一棍子敲在了后脑勺上。再醒来，我和关宁远被绑在一起，关在一个只有个小窗户的黑房子里。关宁远，关宁远！我想要把他喊醒来，可他却一直没有动静。我心里默默想着，他不会已经死了吧？醒醒！我使劲往他旁边蹭，想要用脚蹬到他。关宁远！他终于有了反应。干什么？关宁远眼睛还没睁开，就已经开始骂我。臭婊子又想怎么害我？我见他还活着，松了口气，懒得理他这一副只会欺负我的样子。我环视了一圈房子，并没有看见其他人，倒是角落里有个闪着红灯的监控探头。我盯着探头看了2秒，那里就传出声音：“别看了，什么时候从你们俩身上把500万扒干净了，就会放你们出去的。”我心底一凉，这是被那群放网贷找的催收给绑架过来了。你们是帮忙要钱的？我试探问了一句。你问这干什么？探头传来的声音很不耐烦。欠你们钱的是这个男的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瞪向探头的方向，那里再没有声音。可他们就这样把我们关起来，到底要怎么扒到500万呢？我看着旁边还半梦不醒的关宁远，生气地再猛踹了他2脚，他这才稍微清醒一些，看着自己被五花大绑，立刻骂了起来：“谢诺薇，你个疯婆娘！老子回来求你，你不帮，现在还要绑架我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我实在气急，反而笑了出来：“你是瞎子吗？看不见我也被绑着？”他这才冷静下来，看着我被绑在他对面，忽然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，你活该！让你给我惹了一身黑网贷，现在自己也被他们抓起来了吧？”听到关宁远这样说，我心里忽然起了疑问：刚刚我叫他半天都没醒来，他怎么会知道是谁抓我们过来的？如果真是黑网贷的那伙人，他们是最懂法的，催收手段会踩法律的灰色边缘，但绝不会直接上绑架这样落实犯罪的手段。这恐怕是关宁远和方晶晶那伙人合起伙来，又想从我这里骗钱的。我顺着关宁远的话继续说：“你还笑得出来？快想办法怎么出去吧！”哼，你还想着怎么出去？他们肯定割你腰子来偿债。我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掏钱呗，找你爸妈买我们俩出去。我立刻冲着探头喊：“让我找我爸妈，他们有钱，他们给钱的，好不好？”探头那里果然很快就有了回应：“打电话可以，就说你欠了钱要还，其他什么都不许说。”好，好，我爽快答应。很快就进来一个戴着面罩的黑衣人，体型健壮。我细细看了他2眼，认出他就是那个和我拍了不雅照的猥琐男。他递过手机给我，打。我接过手机后，立刻给妈妈打了电话：“妈，最近好吗？”“好的呀，宝贝，打电话过来怎么了？”我最近欠了钱，500万，500万。妈妈用怀疑的语气再问了我一遍。是，我还没来得及再说句话，那人把手机抢了过去，挂断了电话。“给你妈发这个卡号过去，
快点！”他扔下手机，在我大腿猛踢了一脚，我被痛到不得不蜷起身子，拿起他扔来的手机，给我妈妈发过去卡号。好了，你说的我都找做了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你们总不能把我们俩饿死吧？我开口想要吃的，男人嫌恶一瞥，还想吃？想想你妈不打钱，你能不能活吧？说完，他径直离开了小黑屋，而整个过程中，他都没有看关宁远一眼，仿佛他根本不存在。这让我更加坚信，他们和关宁远就是一伙的，为的就是从我这里套出钱来。我只能倚靠在墙边，闭上眼睛休息，一直到傍晚。猥琐男又进了小黑屋，一脚踹到我的肚子上。妈的，钱呢？感觉还不解气的他，又紧接着几脚踹到我身上。我蜷在角落，等他发泄完。终于，他站起来，深深吐了口气，再打电话过去，催他们今天晚上8点前，要是还不到账，你就别活了。他又把手机扔给我，我看了眼手机，抬头问他：“欠你们钱的不还有他吗？”据我所知，他爸妈几年前就买了房，想给他娶媳妇，你去和他爸妈要啊。他好像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愣了一下。哼，他要是真有钱，我追了这几年能没追到吗？你赶紧打，那是他不想让他爸妈知道，你捅他几刀，看他说不说。见我这样威胁，关宁远立刻打断了我：“你个臭娘们，说什么呢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欠的钱凭什么要我问我爸妈要？你又不是没有爸妈。”我们俩吵了起来。猥琐男见局势不妙，立刻踹了我一脚：“别吵了。”关宁远见他发脾气，也停下了嘴。等房间安静下来后，猥琐男又警告了我2句，少指点我怎么做事。打电话，我老实的给妈妈打过去电话：“妈妈，他们说下午8点前要到账，你要是找不到转账的卡，就去我房间找下。”我话没来得及说完，猥琐男把手机抢了过去：“少说没用的。”说完，他就一个人出去了，希望妈妈能去我租的房间看一看。警察应该已经赶到那里了。猥琐男因为3年前只和我见过一次，仗着我可能不记得，他就堂而皇之在我面前晃悠。而方晶晶至今还没有露过面，恐怕他一直就在监控探头后面。喂，我喊关宁远干什么？他语气很不耐烦。你说你和方晶晶一起被卖到了东南亚，他怎么踩着你上位的？是他勾引你们上级了？关宁远刻意想要回避这个话题。你说这个干什么？对帮你逃出去有什么帮助吗？我心里冷笑，应该是有的吧。只要方晶晶真的能露面，说什么都无所谓。我装作不在意，继续说道：“闲聊而已。你之前大学和方晶晶不是在一起过吗？她还能卖了你啊？也对，你之前也老和我说前女友的坏话。”关宁远急了：“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别乱说话。”关宁远的状态让我肯定了之前的想法。缩在监控探头后面的就是方晶晶。我怎么乱说了？不是你和我说的。你前女友花钱大手大脚，还是我温柔体贴，既能照顾你，还给你钱用吗？你少胡说。关宁远被结实绑在一边，但是还不安分的想要朝我这边来，孤勇着双脚想要蹬我。我才懒得管他什么反应。我的话是说给方晶晶听的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你看他后面就算回来找你，也是来算计你的，把你抓去传销，还出卖你，送你去割腰子，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终于，门吱呀一声，我不再说话，看着门口的剪影，确实是一个女生的样子。她慢慢走进来，很是不屑地看向我和关宁远。没想到你背着我是这样想我的啊！方晶晶的声音，啪，清脆的巴掌落在关宁远脸上。老娘给你脸了，
让你去把他抓来，费了那么老大劲，让你在上线面前立功。你就是这样想我的。”又是3个巴掌。关宁远不敢还一句嘴，可怜兮兮看着方晶晶：“不是，晶晶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不是这样想你的。”方晶晶站起身：“我觉得他有句话还是说的挺对的，你也有爹有妈，骗一个人骗得太少了。我也得问问你，这个死了3年的人，父母能烧多少纸钱给你？”方晶晶讲完，用高跟鞋在关宁远的手上狠狠踩了一脚，才算结束，转身离开了屋子。关宁远被方晶晶突如其来的变脸吓了一跳，可他很快就镇定过来，朝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！”我这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原来是你和方晶晶勾结到一起，想骗我。3年前你就骗我，3年后你还要骗我。我做出一副悲痛的样子，这让关宁远有些得意。哼，等你爸妈钱打过来赔钱货。我没有理他的嘲讽，静静等着，希望妈妈能尽快找到警察。一直到后半夜，我朦胧中快要睡着，才听到外面突然响起的警笛声。接着方晶晶就闯进了小黑屋里，手里拿着刀，将我从地上抓了起来，将刀抵到我的脖子上：“都别过来！”他斥退外面的警察，警察还想要和他谈判，可他直接拉着我就要从小黑屋的窗户里逃跑。“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吧？”他在我耳边悄声说：“挡着我，不然我立刻划开你的喉咙。”他的刀往我的脖子扎深了一些，流出一丝血来。好，我不敢激怒他，只能顺从的照做。等到了窗户边，离他头顶还有10来厘米的窗户，根本没办法单手够上去。方晶晶立刻喊一旁看傻眼的关宁远过来趴下。关宁远当肉垫，终于让他顺利上了窗户。可当打开窗户的时候，外面的狙击手立刻开枪，湿黏的血迸溅到我脸上、身上，强烈的恶心让我忍不住吐了出来。女民警迅速冲进来，将我带了出去，一边安慰我，一边帮我漱口：“现在安全了，不用再担心了。”我点头，终于紧绷的弦可以松下来了。我忍不住哭出来，妈妈也及时赶了过来：“宝贝，你受苦了。”我紧紧抱着妈妈，透过一层层警车，看到他们带着担架送了一具尸体出去。我知道那是方晶晶，接着就是被戴上手铐的猥琐男和关宁远。经过审讯后，警方才了解到方晶晶是传销团伙头目，之前同学会那些人其实都是他的下线，而那个时候关宁远已经被他发展。但之前因为那500万黑网贷，自己的手下基本被黑网贷打手消磨得差不多了，因此才铤而走险，重新回来绑架勒索我。而关宁远的父母抱着刚刚卖掉房子的钱，却看到锒铛入狱的儿子跪在自己面前，母亲承受不住打击，一命呜呼，父亲也被气到住院。那天以后，我从之前租的房子里搬了出来，和之前的朋友们都断了联系，到了一个没人认识的城市定居下来，一直到关宁远被判决的那天。妈妈给我发来短信：“一切都好吗，宝贝？”一切都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